大家好，我是龚敏敏，又见面了。这个系列我会记录制作开源大气水发生器的过程，边做边拍，不定期更新。前两期我们有了个简单的实现，就缺电的部分，现在我们来补全。之前为了估计功耗，设计过一个基于电压比较器的温控电路。其实这就是一个施密特触发器，上升和下降的触发阈值不同，实现把温度控制在一个范围的目的。如果要加入水过滤部分的控制，水位高到某个刻度，启动水泵；低到另一个刻度，关闭水泵，把水位控制在一个范围，这就又需要一套这样的电路。LM393 电压比较器是8个引脚，4个输入2个输出，内部有2组电压比较，这就已经到极限了。如果以后要接太阳能板，把充电的电量控制在一个范围呢，那就得加入第2个电压比较器，继续复杂下去。如何更好地应对未来的需求？我的标准是这样的：如果一个方法对未来的需求更有伸缩性，同时对于解决当前的问题并不会更复杂，那理所当然应该使用。我们来看看微控制器的方案。用微控制器的话，阈值在代码里表示，所以参考电压不需要了，这2个电阻可以删掉，反馈也不需要了，这个电阻可以删掉，电压平滑也在代码里写，电容可以删掉，不需要通过可调电阻来调节温度参数，在代码里写就行，这里改成固定电阻。输出来说，因为不再是开放漏级，我们需要把 P channel MOSFET 改成 N channel 的，其实更好理解。注意这里的 MOSFET 必须能在3级15伏的时候全开，也就是称为逻辑 MOSFET 的类型。这部分也可以用现成的 MOSFET 开关模块，中间变成一个微控制器，用 ATtiny85，就这样是个8角的芯片，但是这6个引脚都是 GPIO， 可以通过程序定义引脚是输入还是输出，具体做什么操作，比固定的电压比较器通用的多了。要更省电，可以把热敏电阻的一端接在一个 GPIO 引脚上，只有在需要读取信号的时候才把那个引脚设置为高电平，那不读取的时候就完全没有电流通过。虽然微控制器本身的功耗大于电压比较器，但外围电路少很多，总功耗不见得会更高。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比原先还简单，但伸缩性好得多的设计。水过滤的电路和这个原理一样，水位感应器等价于一个可调电阻和固定电阻串联，水位越高，这个点的电压就越高。这部分相对独立，就暂且不讨论了，等整个系统足够稳定之后再加上。我手头有的是个 Arduino Mega， 就先用它做实验，它的 GPIO 更多，算是 ATtiny 的大哥。用它做好之后，要移植到 ATtiny 并不难。我也是刚开始接触 Arduino， 所以从头开始一点点实验。第一步先来做一个温度计，在面包板上把电路接好。NTC 的热敏电阻，电阻值和温度的关系是这样的，其中贝塔是个跟热敏电阻相关的参数。但这个热敏电阻是 Arduino 一套买的，没有 datasheet， 我也不知道参数是什么，只能试试看。用最常见的3950作为贝塔带进去，热敏电阻的引脚用线加长，套一层热缩管绝缘，信号输出接到 Arduino 的一个模拟输入 A0， 把连续测量8次的温度平均，得到一个平滑的结果，显示到 LCD 上。首先是室温，温度计显示家里的温度是25度，这个温度计测出来的也是25度左右，测手上的温度也得到和温度计差不多的结果，所以这个参数应该没错。下一步就是把温控的代码写上，如果输出处于启动状态，那到下界才关闭；如果输出处于关闭状态，那到上界才启动。输出的 MOSFET 也搭起来，但控制的是一个 LED， 不是制冷片。作为测试，我们用27度作为下界，30度作为上界。开机的时候 LED 关闭，手抓热敏电阻，升到上界的时候 LED 开启，松开手，降到下界的时候 LED 又关闭了，这就完成了控制部分的代码测试。那么正式的上下界应该用多少呢？冰箱冷藏室一般在3到4摄氏度，经验告诉我们刚拿出来的可乐会在表面凝结水，所以这个温度肯定管用。但因为热敏电阻和要测量的物体只有一个接触点，温度并不均匀，这样测到的温度肯定是介于物体温度和环境温度之间。我们测一下可乐罐表面，得到的不是3度多，而是14度多。这样我们就拿14度作为下界，加5度作为上界，之后可以根据效果来改，反正好改，一个常量的事儿。
接下来就是供电的部分了。上期把风扇也换成了12伏，Arduino 也可以用12伏，所以这部分变得非常简单。把2个风扇、2个水泵、1个 Arduino 都接到12伏，制冷片电线改成从上方出来，接到 MOSFET 模块的输出端，这就完成了电路的连接。热敏电阻用胶条贴到冷端的水块上，因为这里是整个循环最冷的地方。不过现在这个面包板还太初级，不但大得不得了，还很脆弱，平台上连个放电路板的地方都没有，要用它来控制整个系统并不现实，需要继续改进才行。在这段时间的测试中，发觉现在的装置虽然经过一次迭代，已经比初始的实现稳定很多，也小了不少，但搬动的过程中还是觉得不够可靠，主要还是重心太高了，总有一种要翻倒的感觉。其实水箱的出水口只要比散热器略高就行，而现在足足高了19厘米，不是得这么高，而是中间的空间不够大，如果降低高度会放不进去。要么把下层水管延长，让进气口和出气口之间距离变大，当然这么做的话，对下层平台中心的力矩会变大。实际上仔细看的话，可以发现下层平台已经被压弯，要再增加重量会很危险。缩小上层平台倒是有机会。现在的设计里，水箱和水泵没有平台，完全靠管子架高上去的，以至于要8根管子，又因为得给中间的制冷片和水块留空间，2个水箱得有一定的间距，使得上层平台这么大。如果有个坚固的上层平台，上面放2个水箱和水泵，下面挂着制冷片和水块，那么2个水箱就能紧密排列，这样上层的面积可以小很多，小到可以塞进中间的区域。又因为面积小了， 3D 打印机能打得出来。做这么个框架作为上层平台，水箱可以用原来的适配器拧上去。之前水泵的底板冷循环是改进过的，现在热循环的底板也重新打印一个改进后的拧上去。制冷片和水块改成横着装，用篮子一样的容器挂在下面，容器的角落有放置热敏电阻的槽，但是安装的时候发现接口太长了，很难走管子，所以调个个改成绕到后面。下层平台也是 3D 打印的，结构和上次的一样，就是小一些。在装水管家具的时候发现太宽了，会被旁边的适配器挡到，所以干脆也打印2个水管家具。但因为留的余量大了些，用长螺丝固定后仍然不牢靠，水管会转动，于是在水管上缠了2层软泡沫解决。现在的体积更加紧凑，也更加稳固。其实这部分还有不少可以进一步缩小的地方，以后再来改进。这一期完成了装置的核心部分，下面需要的是把整个系统连接起来，以逐步优化。欢迎继续收看，再见。